大家晚上好啊！又开始咱们一周一次的传统节目了啊，中药盒。这次呢，咱就不要四处发通知了，偷偷的开始啊，偷偷的开始中药盒。哎呀，最近看到广州有一个小伙子，应该是上班过劳死，还有2个孩子啊，其实也不能算小伙子了吧。最后是单位给发了个什么东西，说啊，我给你赔钱啊，但是呢，这钱不算赔给你的，是我们出于人道主义，然后我们啊这个一起赠送给你的，啊，一点责任没有。然后呢，大概是30多万给赔了，赔完了以后呢，还签了个协议，说啊，你这个必须要，是干嘛呢？你必须要这个承诺啊，不能给这个单位造成任何名誉损失，否则的话会赔50多万，啊，大概是整了这么个东西。我看现在已经开始闹开了啊，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就是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哎，你说人呢，上班没了呢，你就多招几个人，对吧？然后让大家稍微轻松一点啊。不，我这个接着去卷完了以后呢，把人卷没了以后，还不能承担任何责任，对吧？你给了钱，还不能算是赔的钱啊，还是说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的这个精神，然后我们送给你的啊，施舍给你的，然后啊，你要敢这个。说我们半句不好，你得赔50万啊！你得不但把我给你的钱赔回来，你还得多赔啊，多赔个10几万。哎，这个人呢，就只能是做成这样了，能怎么办呢？啊，有人沙发了啊，欢迎。但是现在呢，反正也是有家属在这闹吧，就是像以前，比如说有人没了啊，或者是有这个学生啊，有这个上班的人没，其实上班的一般还好，主要是学生啊，一旦是没了以后的话，那真的是闹啊！啊，这个就是学生到底怎么样也不管了，就只管闹，能多要1分钱是1分钱。哎，这个你说一个互害社会，那能咋办呢？对吧？你赶上这样的一个体制，就是只有上面的执法系统不好使的时候，这种互害社会才会成立，对吧？因为最后是谁叫的声大，谁能够得到补偿啊？你叫的声小，你就没有钱，所以只能是逼着所有人去做恶人。现在学生没了，也闹不起来，闹这真没法整。忍着呗啊，我们都是忍者，哎，这个也只能如此了，对吧？最后还是说谁忍着谁吃亏嘛。这个社会教育你忍着，然后最后是发现，哎，你是忍着的这个人，那最后他就欺负你，真的是老实人吃亏。哎，今天看了这个消息也是不开心呢。这事儿呢是前几天的事儿啊，广州的一个什么，反正也是一个做人脸识别还是做什么图像识别的一个 AI 公司出的事儿，说人都没了，然后还在不断的给他派活呢，不断的给他拉工作群呢。范老师推荐转行进 AI 行业嘛？这玩意儿你要能进就进呢，对吧？这跟我推不推荐有什么关系没有？就是进去了肯定是未来方向，进不去呢，就做点体力活也行啊。你像我现在干的其实也是体力活，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哎呀，这个利益，我觉得不是一切为了利益啊，一切都是让这个基层矛盾激化，然后上面就可以当青天大老爷。这个原来其实我们讲过好几期都在讲这个事儿，包括什么1楼装电梯1楼不让啊，就好多这种事儿呢，其实都是让这个矛盾激化在基层，对吧？上面人不管，
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没有人去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所有的这种责任只能是在基层去互害，这就真的没有任何办法这事儿。点了第2个赞啊，好吧，现在有23个人，有2个人点赞了啊，这个欢迎大家来点赞。你们有什么想聊的没？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了？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可以讲一讲啊？咱们也开心开心。继续。这最近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写程序这事儿给戒了啊。对于我来说，写程序就跟打游戏似的，还是挺上瘾的。但是呢，这个一旦开始动代码了呢，这个录视频的心态就安不下来，对吧？导致呢录视频的效率急剧下降，每天就坐在这儿一动不动，啊，改完程序调视频，改完程序调视频，调完视频改程序，那这个生活实在有点太不健康了。但是如果想让这个生活再稍微宽，时间稍微宽一点呢，就不能再去动这个代码了。这个是我可能这个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吧，啊，这个真的像马斯克或者有些人这样啊，这个精力无限的充沛，这个还做不到。就是我每次呢只能干一件事儿，只要动了代码了就搞不定了。每天吃多少种药啊？好多好多种，反正是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然后这个还有营养神经的，再加上什么维生素啊，再加上这个叫什么鱼油啊，大概吃这么多种。所以呢，每周日呢，这个装这个药盒这过程实在是太辛苦了啊，就是太无聊了吧？不叫辛苦，就是无聊。所以呢，我一般在装药盒的时候呢，会开个直播，邀请大家陪我聊天儿。啊，有一个有班子，但是没有这个什么的，没有会员的人啊，快把小班子给他没收掉。讨厌。我好像搞错了个事情，草稿，草稿在哪里？哎，先不管它了。前天检查，我现在糖化血红蛋白6.6啊，跟老范是病友了。这个反正该吃药吃药，这事儿没什么办法。Cloudbot 啊，这个最近几天屏蔽，据说拉了一波 Apple Mini 的销量，这个就不太了解了。学生来了啊，这个啊，这是卡尔加厨来了，好吧？最近你又吃什么好吃的了？给我们贡献一些这个美食内容吧。周末大事频发，值得推荐的话题估计不太适合帝都的你。对，这个关键，这有些话题吧，其实谁也没法说，因为呢，大家都在那瞎猜，也搞不清到底为什么。吃药的量快赶上吃饭的量了啊，这个还不至于，还是饭量大。
糖化血红蛋白6.6，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糖化血红蛋白多少，但是肯定是正常的，因为我呢每一次这个体检完了以后，所有的值都正常。然后，像我们周末也没吃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啊，周末2天，我老婆剪4个视频，所以我们也没什么时间出去整好吃的。晚上吃了披萨，啊，这个反正叫外卖呗。哎，卡尔家厨正好有个问题想询问你一下啊，这个我们最近呢买了些黄油啊，但是呢，它那个黄油是发酵过的黄油，好像就是，其实不太懂啊，就是为什么会把一个黄油这样的东西发酵了，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甜味，那么这样的黄油，比如说能够煎蛋吗？我现在都是拿那个黄油去抹面包吃啊，这个确实很香。因为看了美国最新的那个饮食指南以后啊，这个就买了黄油，买了奶酪，然后给自己稍微的增加一些动物脂肪和这个蛋白质，都正常，都正常的，不是就没有糖尿病？当然是吃了药正常。对啊，我是吃了药正常，这个不吃药会怎么样？不知道。我估计我停药可能也能再坚持个1周2周的，当然不好说，因为我吃的药实在有点太多了啊。停了药以后，到底能坚持几天就不知道了，也没试过这个事情，就吃吧。范哥啊，有了解白银收割的到哪一步了？这个真不知道啊。今天光听人讲有一个叫白银什么冶金，还有一个什么的一个股份，说大家注意啊，白银冶金人家出产的不是白银啊，那个公司出产的是黄金。白银冶金之所以叫这名字，是因为那个城市叫白银，好像是在甘肃有一个城市叫白银，然后呢他在那儿开了个公司啊，上市了就变成白银冶金了，结果白银涨了他就狂涨。后来人家赶快出来澄清说，哎呀，这个，我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啊，我这个，不是造白银的。我们这里正在寒流当中啊，只能做饭吃。哦，对，美国好像说是要有大寒流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像美国这么大，也不会说一把都寒流了吧？你像中国寒流也是分区域的寒流。今天看那个明尼苏达是零下30多度，那个地方有那么冷吗？当然我对于美国的地理不了解啊，明尼苏达是不是在很靠北的地方？德克萨斯是不是也特别靠北啊？这就不太搞不清这个美国东西南北。你的预期到货了吗？早到了，你看你好长时间没来了吧？我这个预期不但到了货，对吧？上了牌，做了老车的置换，还这个什么来着？哦，对了，还领到了补贴啊，以旧换新补贴都领到了。然后啊，下一个，好。甘肃白银发生过
这个连锁奸杀案啊，过了10几年才破案。对，这个好像今天一讲的这个城市，我太太也只想起这一件事来，好像他们就是因为这件事特别出名。老范的什么胡子也白了，有吗？啊，回头给他刮一刮。其实不是啊，还是因为短的原因。光线啊，光线的原因啊，不是说胡子白了，那太吓人了。老范还是很年轻的。有买黄金白银吗？没有。哎，发酵黄油比较柔软细腻，不油腻，适合直接吃，例如抹面包、做菜也没问题。不过有点浪费，好吧，那么就不拿它煎蛋了。确实挺香的啊，就是那个发酵黄油非常非常香，我觉得要比这个普通的黄油要香。白银出有色金属。对，白银是它出金和其他的一些什么金属我忘了，就是白银矿产还是叫什么那个股份公司。U-23输给日本4-0啊，批判一下，这个肯定可以批判，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你像人越南拿到季军，举国欢庆，咱们这儿呢拿到亚军，如丧考妣，对吧？你想你多少年没出去过了，永远是什么呢？这个想赢又怕输，那你什么水平你也搞不定啊，对吧？你本来你拿回来好好庆祝一下，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的呀，你都踢到亚军了，前头踢那么还可以，对吧？结果你到现在谁也不说了，就彻底没信儿了啊！输给日本0-4，球我是没看了，对吧？但是你至于吗？整成这样，对吧？真的是丢人现眼。就应该是0-4输给日本，然后好好的回来庆祝一下，说踢得不错。哎，这让我想起了原来看这个约翰托兰写的《漫长的战斗》啊，就写朝鲜战争的，对吧？这个说美军的战俘啊，到了中国这儿以后呢，咱们好吃好喝带着啊，然后回到他们那儿都像英雄一样。中国的战俘在美军那边啊，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回来以后啊，他让他们选择说你们到底是要回大陆啊，还是要去台湾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都可以选，对吧？人家最后有些呢就是说这个要去台湾啊，也有一些说要去美国，都去了，活的都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去台湾的人家在敲锣打鼓来欢迎啊，对吧？然后所有说我誓死是党的人啊，誓死是祖国的人，一定要回国的，被当成叛徒看了一辈子，对吧？这个就属于真的丢人现眼。赶上直播了吗？对，你又赶上直播了。塔主最近吃到什么好吃的了？怎么发不出了？不知道你发什么发不出来了啊？我们这里下大雪了，这个大啊，一个晚上下了1尺高啊，1尺厚，好吧？你看那个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那人家那个雪已经下到好几层楼高了。老范平时怎么控制饮食啊？这个在家吃老婆做的饭就是控制饮食了，对吧？就这么简单。明尼苏达相当于东北，德州在南边啊，好吧，类似于云南啊。我这里的寒流估计就是能到零下5度，可是这里人不会冬天开车，出门开车路面打滑撞车有点危险。其实还好了，零下5度，我估计下雪都不会积下来吧，因为零下5度，你如果是最低零下5度的话，到白天雪就应该化了呀。
昨天所有超市都疯抢物资了啊，好吧，这个，反正北京你感受不到这个事儿啊，北京属于下了雪，我们还可以好好庆祝一下的。北京就是上周的周末啊，好好下了下雪。今天好像又开始飘雪花了，但是并不是很严重。我这里外面气温刚刚降到0度啊，是。你这是白天吗？就是其实如果白天最高温度能到0度的话，雪应该也积不下来。预测一下今年外卖大战能不能打出个结果？京东会不会出局？应该不会。这种结果呢是打不出来的，对吧？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你有可能打出结果来。越是不让他们打，越是摁着，最后呢，大家就都打不出来，然后就都攒成仇人了，啊，这事儿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京东呢更不太会出局啊，因为京东它整个这套体系就是适合做这种低端劳动力聚集。我们这里大概是长春啊，这个现在-19度，好吧。我到现在为止不太会算华氏度，啊，这个日本 U23主要还是还有一部分都还在学校读书、踢球的啊，职业球员都不是。这个我觉得它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对吧？你关键是输了赢了，你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应该庆祝，而不是说哎呀，这个说完输了就完了。对吧？这个就等于没有任何的这种度量。那你说这些人啊，U23你踢到了第2啊，亚洲杯第2，然后拿了个亚军，那他们会接着踢下去吗？还是说会背这个锅呢？啊，这个真的中国足球就这样吧。中国其实好多事儿都是这样的。更正啊，昨天半夜-19度，现在是-8度啊，你这是早晨了。老范预测一下黄金走势，这玩意儿不知道，对这个东西没什么感觉啊。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我用的都是摄氏度，挺好。我对华氏度唯一的印象就是，看美国电影美剧的时候，就是我发烧了100度了，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任何印象了。就是咱们这儿烧开水的这个温度，他们那儿发个烧。本质上是为了精神上赢啊，而不是为了中国足球好。和阿 Q 一样啊，这个斩杀线同理，真假不重要，赢了最重要。哎，这个就没法说了啊。最近还看好多在骂那个刘国梁的，对吧？说这个樊振东啊，明明是大满贯，然后是奥运会冠军，在国内呢连个10佳运动员都评不上，就是连这个10佳运动员的这个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评了。哎，哪儿去了？让我给。然后最后人家一气之下放弃国际排名，啊，跑到德国打球去了。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叫孙什么那个孙刚还是什么，说在这个男乒国家队里头当了多少年的陪练啊，已经陪到30多岁了，岁数很大了。说实在不行了，必须不能让他再陪练下去了，因为新上来的年轻人谁都打不过他了。说算了，就让他走了啊。然后这哥们跑日本去了，也是这个各种的胜利，对吧？所以中国好多这种事儿，它就这样。
它跟你这个技术好坏不重要，还是要讲政治。疯抢一般也是买那种多买了不会坏的，例如饮用水、厕所纸、牛奶、鸡蛋都没啥人疯抢，牛排抢啊，在家里不出去吃牛排不错，好吧？意大利面条和这个肉酱，酱料肉馅儿也抢啊，这个那是不会做饭的人在抢。哎，美国人不都是这个去一趟超市买一个礼拜的吃的，甚至是2礼拜的吃的吗？像你们就算是寒流来了，应该也不至于1、2个礼拜出不了门吧？我记得以前预期要更厉害，什么意思？我记得以前 U17更厉害。这说明中国运动员的先天素质一点也不输给其他国家。哎呀，这个我觉得呀，这个我们不管输不输、赢不赢吧，就是首先我们能不能有平常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儿。只要你没有平常心态，你就打谁都打不赢。我吃了牛眼肉排，肉眼牛排啊，还吃了这叫什么知足牛肉堡。知足牛肉堡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国内炖牛肉都是用萝卜炖，啊，说是萝卜炖牛肉有各种很好的功效，特别是冬天萝卜炖羊肉啊，有各种好的功效。然后特别上海人爱吃这个萝卜羊肉堡。其实北方人是不怎么吃炖羊肉的啊，北方人的羊肉都是烤着吃的，啊，只涮着吃、烤着吃啊，基本上没有炖着吃这件事儿。我也是到了上海才吃过这种炖羊肉。手扒肉算是煮羊肉，但是怎么说呢？反正手扒羊肉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不好的印象。老范就记得几个关键数字就行了啊，37摄氏度是37华氏度是结冰了，98华氏度是人体正常体温，85度是夏威夷常年温度，212是沸水，好吧，这个还是很别扭，我觉得还是像咱们这样0度结冰，100度烧开了最开心了。有没有听过大国记者在达沃斯问美国财政部长斩杀线的话题啊？这还没注意，不是段子是真笑话，这个有什么可问的呢？我觉得斩杀线这种东西呢，你承认它，或者说我们可以这个心平气和的讨论它，才是真正的进步。你说我不承认它啊，谁有斩杀线谁丢人，这才丢人呢。说是讲政治，其实就是讲钱和利益。这个，哎，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老板赚钱了啊，跟下边又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就会让你讲政治。三亚也挺冷啊，都21啊，这过分了，21度，这也叫冷。我觉得就是没事找事啊，大惊小怪。这个瞎咋呼啊！美国这种小镇没什么大新闻的，这是，哎，那反正大家也开心一下吧。那像你们这种，比如说寒潮来了以后，都会居家办公吗？还是说就直接放假了？越没人管的运动啊，越玩的开心，是这样的。那个女子网球不也有一个吗？说那个跑出去打国际比赛去了，然后有各种排名，都是自己花钱请教练，自己搞所有东西。为什么在国内他搞不定这事儿啊？对吧？甚至还前2天有一个说亚运会冠军，然后呢给了几十万的这个奖金，最后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他的教练就必须找他要，
说你必须把这奖金给我，然后最后给曝光了，然后只能下去查去。那他是头一个找他要的吗？肯定不是啊，挨着个都要啊，对吧？那有这个不愿意给的，那最后就整呗。你像他们那种是举重吧，好像是举重这种就是没什么商业价值，对吧？那你这点这个金牌奖金你就得给。乒乓球是开始饭圈化了以后啊，就是流量大于水平了，绝对的。就是他们国内找的那帮人，哎呀，根本就没法整，打谁也打不过，最后还得靠这个出去的这些人给他啊，樊振东啊，靠这帮人给他弄回来。所以呢，这个足球那哥们叫李铁是吧？这个抓的不够啊，接着看是不是乒乓球挨着个的都再抓一遍。前阵子还看了贵州的 GT 半官方炸街啊，还是挺欢乐的。是啊，这种呢，就是你这个体委啊，什么足协啊，你就别掺和，对吧？你掺和了就没法整。像这个什么苏超不就是吗？就是你足协要来了，我就不理你啊！我这个是文旅项目啊，跟体育没关系，就拒绝他插手。然后现在是任何一个城市，你敢去承办这个足协的比赛，马上就是大家就抵制你啊，不去旅游，不去做任何事情。就是你说一个国家的这种半官方足协能臭成这个样子，然后呢自己还不知道有任何的悔改啊，接着在这耀武扬威啊，你们得让我管，你们不让我管这事儿不行啊，这个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你就去踢苏超了，我就取消你资格啊，你谁敢去当裁判我就取消你资格，那就取消呗，对吧？这玩意儿就跟那什么似的，在伊朗、在俄罗斯这种国家，你官方牌价换美金似的，谁理你啊？最后大家还是相信这个叫什么来着？相信这个私下的牌价呗。对，关闭。好啊，让我再看看。人们的忧患意识，天气不好了啊，就再多买一些啊，特别是看到别人多买的时候，好吧？你像咱们国内都是抢盐啊，这个因为盐真的是用不坏。我疫情的时候养成了囤物资、囤东西的习惯。这个成箱的买饼干之后，好多都过期了，扔掉了啊，也不再迷恋囤东西了。我觉得是一种心理的匮乏感，需要被治愈。这个，像我原来有一帮朋友，他们就去买那个，就是超长时间啊、超长保质期的那种，就是叫栽培食品啊，就专门是救灾用的那种食品，什么5年的、10年的啊，去买那些。咱们正常的饼干都不会有那么长时间的，你像日本不都是家里要去储备这个栽培食品嘛，然后每过一段时间要把那个栽培食品吃掉，然后再换一批新的，对吧？因为他们就是为了怕地震嘛，啊，他们一直在搞这个事儿。美国的单位一言难尽，我成天跟他们掰扯英尺英寸，对吧？还有磅，还有什么这些玩意儿都可烦了啊！还要用牛米换成这个英尺，这个好吧？这英尺确实是比较奇怪的啊。竹枝羊肉煲是广东名菜啊，腐竹马蹄羊肉炖的哦，这个听着就比较好吃啊。今天周日啊，所有地方都关门，
估计明天学校也关门啊，那你就要在家好好看孩子了呗。李承鹏写了一篇短文，这次比赛中国队球员平均年龄比日本大了3岁。哎呀，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去分析他到底为什么输，为什么赢，输在哪儿，赢在哪儿，然后哪个地方公平，哪个地方不公平，都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我就只有一件事是需要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不庆祝，对吧？你只要不庆祝，你想其他东西都是扯淡。就跟前面那个什么扇耳光大赛似的，在国内牛逼哄哄跑出去一巴掌被人扇趴下了那个，这个没毛病，对吧？你回来说我们接着练啊，有什么问题我练完了再去，这都没毛病。结果你练完了回来以后不说话了，没声了，对吧？这就永远没戏了，对吧？还是说啊，他这个不公平，他这个那个了，然后人家那个扇了他那哥们儿是哪个国家的来着？说我要去中国啊，你们谁牛逼，我再扇你一遍。对吧？这个咱们看看后边怎么玩吧。村别村超好像没了啊，是这个村别村超后来好像都是被国家的什么男篮啊，还有这个什么足协都接管了，接管了就没了。记者会上，央视女记者不太流利的英文发问说：“美国人没有400美刀啊，还将 Q 烂念成了 Q 链。” Q 烂，贝森特误会他在问退税方面的问题，于是开始大谈川普任内的税务改革与减税政绩。直到他回答完毕，女记者又努力但结巴的想解释什么是斩杀线，而贝森特一头雾水，打断说：“抱歉，我听不懂你这个问题，我相信你自己也不懂啊。”场面相当尴尬，主持人则急忙打断。我估计呢，贝森特可能也听懂了啊，但是呢，他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这个尴尬留给这个女记者。其实我觉得你一个人，你说英文也说不太好，这个人压根可能要不是记者，对吧？你真正能跑到那儿达沃斯上提问的记者，我不相信说英文讲成这样。这个不定是哪儿来的粉红啊，进去这个受一下。因为现在呢，好多这种都是会让网红啊，或者叫社交媒体的这帮人进去，所以真不好说这人是哪儿来的。央视我不太相信啊，央视，你别说去那儿了，央视你想混进去当个女记者，可能英文都得很好啊。但是现在这几年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央视2代什么这些人进去了就不知道了啊？反正以前这些人的英文都是很好的。糖蜂蜜啊，囤着备灾啊。这糖反正是这糖蜂蜜应该都是比较能放的东西。估计这个女记者小时候期末考试不考英语吧，应该不至于。现在国内的学校英语水平越来越差了，那就差呗，那怎么办呢？对吧？现在其实 AI 上来以后，学英语的必要性真的是在摇摆啊，就很玄幻。因为你现在就是用 AI 去处理各种问题，都还是很方便的。这个没啥好说的，这人我也不认识，对吧？对他事儿也不懂。你说他干嘛呢？他到底出啥事儿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我在这说半天有意义吗？我认识一个网友啊，这个囤抽纸，脑抽囤了几千块，杂物房堆满，笑死人了。这个反正有些人到那个时候他会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情，啊，这就没办法了。但抽纸这东西是不坏的啊。当年芮成钢还是英语很棒的啊，情商太差。现在的记者就是英语也差，这个，哎，这个就没法说了。我估计现在的记者可能情商更差，但是英语不应该，我觉得。大侠的这个不知道是谁啊？你们说的这人是谁呀？所有国家通讯社的驻外记者几乎没有外语差的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是符合我的这种叫做什么的逻辑认知的。你说英语差，你混到那儿去了，你就滥竽充数一下，你别上去了呗，你还非要上去现个眼，对吧？这种就像网红干的活啊，就是丢人不怕啊。央视的这种，我觉得很神奇。Cursor 会员还是买了 Cloud Code 的会员，好吧？
我现在觉得这个 Cloud Code，包括现在我用的 Open Code 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啊，用的极爽啊。然后那个 Anti Gravity 也是非常爽的。我看见贝森特是真没听懂啊，主要女记者的梗太陌生了。这个，而且他是按国内非常流利的这个 Chinglish 标准在提问啊，这个我就没看，但是我觉得反正挺丢人现眼的吧，这事儿只能说丢人现眼啊，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就跟啊，比如说一个老外跑到中国来说，哎，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是小眼睛？这一样，对吧？你说有没有小眼睛的？有啊，这个大了眼小眼睛肯定有啊。但是呢，你说我知道你不开心，我一定要上来问你一下，那这个就属于真的是智商和情商都欠费啊。这个关键他的话题没啥可说的，不知道啊，就完全不知道。我对这种事儿也不关心啊。口语嘛，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有人说了一个段子，你在夜店里想找个洋妞聊天，然后掏出个翻译耳机来，美女走了。哎呀，这个就别想这事儿了呗。中国的这些英文说不好的人，你还建议他们去找洋妞吗？这个就别折腾了。今年的内存已经赶上黄金了啊，白银也涨得很开心啊。今天 X 上CrowdBot 爆火，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还没看，没用过这东西，我查查，一些爆火嘛，这可能是个话题哦。CROW bot 是什么？对，你拼对了吧？然后我去问去了啊，问 GPT。我没觉得他们的英语那么好啊。以前大国狂赞的几位外交部的，例如傅莹啥啥啊，小粉红都说英语如何金句，我马上就可以改进那些金句翻译啊。我可不是学英语专业的啊，这个我对英语这个事儿好坏基本上没有什么评价的能力啊。这个对于我来说，比如说马云的英语我就觉得很好啊，这个雷军的英语就很烂。然后刘强东的英语也很烂啊，大概就这样。我自己的英语特别特别烂啊，这个我就知道了，其他的就没了。中间的这个让我分层级，我是分不清楚的。是这个啊，好吧，看看啊，不对，CRAWL bot 啊，应该不是叫爬虫机器人。很多人把爬虫机器人写成了这个啊，好吧。那么是有一个叫教育机器人小车套件，这个你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呀？光给我写一英文单词，不告诉我是什么，这不让我猜吗？他心里应该是有逼数的啊，但是我估计领导安排了个人啊，在现场盯着，不从贝森特身上问出点能交差的，应该也不至于是，我觉得他领导应该也不至于这么丢人吧？CLOW 啊CLAWD bot 是什么？再问一次，让 ChatGPT 接着去问去。CLO 用 AI 接管电脑的应用啊，好吧，这谁家出的呀？因为我今天还没怎么上推呢。C
关于体制内的新闻人员外语有多好啊？我接触过很多。我要说的是，他们的确考试很好，发音标准，但是由于工作限制，他们不可能和外国人长期相处，甚至在国外的社交也有限，所以他们属于那种有表达没灵魂、鸡同鸭讲的所谓中式思考。但是真正了解外国普通人的和外国政治文化的逻辑的人，他们又觉得被同化太多了，非我族类，他们不会雇佣的，那就别扭着呗，那咋办呢？莫名其妙火起来啊，是个 AI gay 吹的，CLAW bot 啊，好吧，那你这个看看这是什么啊？通常是指最近开发者圈子里头传播很快的一个开源项目，这个自托管 self-hosted 本地优先的一个 AI 个人助手，它的定位是爬你的网站的爬虫，不是爬你网站的爬虫，而是你自己设备上常驻的 AI 管家和员工。是这个运行方式是部署在你的设备上个人电脑或者服务器上，由你操控数据与运行环境，这个交互入口，这个它强调，在你已经使用的沟通工具里回答你，例如 WhatsApp、Telegram、Slack 和 Discord 这些东西里头没有微信这个隐私和数据主打本地存储、本地优先，这个隐私更可控，好吧？这个回头我去研究研究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使的。没看懂是个啥这个说游个泳就把活干了，感觉炒概念忽悠人了这个不知道这个反正既然有人说这东西，去研究研究呗。网址上面这个好吧。塔主高见说英语不只是英语的问题他们一般伦敦腔一本正经。哎，这还真是这样国内好像以前是学伦敦腔，但是现在新的好像都是学美国英语的。出圈的人里面，李世默的口语算是能白活的了。这个高志凯的就是那种伦敦腔。高志凯是干嘛的呀？反正经常看他在外边刷存在从来没看过。聊聊 AI 泡沫，哎呀，这个最近聊太多这事儿了。从去年11月就开始 AI 泡沫，一直聊到现在了。我连着出了几期 AI 节目以后，我老婆说你最近的这种 AI 节目太多了，换换主题吧。我说行，所以今天就换了个主题，就那个 agent 帮你回信息调用工具啥的权限很大，这种还是权限大了还是很危险的。发酵黄油不是做菜的抹面包为主。我现在也是主要拿它抹面包，确实很好吃。或者调一点，这个是什么？这个不认识。他们英语的确发音挺好的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特别标准的口音还特地要用英语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我一时半会儿真的以为对方是外国人，我也拿英语回答，结果我们两个中国人说了15分钟英语，好吧，挺好的。一直在期盼泡沫这种反而泡沫起不来。泡沫这个事儿呢，它我估计肯定也不是说期盼就来或者就不来还是说，它有泡沫的可能性，但是呢，有可能真的是差最后几天你过了这几天挺过去了，也就没破。你最后这几天没挺过去差几天这个资金链断了，那就泡了。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了，像这个OpenAI，如果到最后说我实在是玩不下去了，微软把它收了那就是死。
但真的不希望 OpenAI 挂掉啊，酱汁儿啊，就是用黄油加酱汁儿。对，好，还有什么要聊的没？没有的话，给大家看看我最近又买了新玩具啊，这个还是很好玩的。1、2、3，哎，一只新的音箱啊，蓝牙音箱。然后呢，这个两头都是玻璃的啊，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来看看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反射，然后这个让这个里头长成这样。这边也是这样的啊，然后上面这个是个提手音响，它的这个音箱啊里头是哈曼卡顿给调的，还是非常棒的啊。等到天暖和一点，准备把它装到车上开出去玩耍去。哎，还防水啊，这个每过一段时间就这个要去给自己买一点好玩的东西。他们都是优先英音啊，觉得英音高级正统啊。我心想，他们如果是美音啊，会觉得低级啊，或者也是故意不能谄媚美国，他们口音要讲政治，好吧？这太无聊了啊。他是说发酵黄油也可以调酱汁儿那些，好吧？上链接没有链接啊，这个东西在国内本身就不怎么卖，它属于叫环中国地区卖，啊，在其他地方呢都这个有，在中国呢属于就是非常非常少的时候会稍微出一点点，就是就极个别的时候会限量的出一个啊，然后出一期吧，然后我就去抢了一个回来，上链接啊，没链接，大家自己去找去。老罗直播间的即时感了啊，这个没有了。我每过一段时间会买点什么新鲜的好玩的东西，跟大家的稍微授一授啊，也就是这样。哎，就你眼尖对吧？人家就是个音箱啊，一个蓝牙音箱，你管它是谁的呢？我以前在东南亚做外贸啊，进了家满是英文的公司，跟一个小帅哥吹了半天蹩脚的英文，聊到最后，这个互相卧槽啊，他是台湾的，我是大陆的，好吧？这个我是经常干嘛呢？比如说在给新加坡的人打电话，啊，跟你英文很流利啊，然后，但是新加坡人就是正宗的新加坡人，其实还是有口音的。然后这个就是你发现他英文说特别好的，你就可以问他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对吧？然后后边就是中文愉快的聊天了。放一个歌呀，啊，这个不能放啊，放了歌这个直播就封了，因为歌都是有版权的。太平年还是蛮震撼的啊，这个没看。我是不怎么看国产电视剧的，我小时候也学过英语音啊，这个因为音标，听力考试都是英音啊，但是行文是美语，这个就不了解了。我小时候学过几天那种口音啊，这个林格风，你们没听说过吧？这就不知道了啊。后来明白是口音啊，口音不是那么重要，我估计他们也有口音。我有朋友就说的一口标准美音啊，但是被告知，如果要做上镜记者，必须英音啊。结果小姐姐笔名三郎练习英音，最后去新东方教雅思了，挺好的呀。新加坡的英语是有很浓的港台风啊，这个反正我分不清哪儿风，但是它肯定是有口音的。我们乡巴佬还是习惯，这是什么？什么发音啊？这个熟练通过电话识别对方是黑人、南方人、俄罗斯或者是老莫啊。这个我觉得黑人有时候是他那个黑人英语还是挺奇怪的。放个云工训音应该不会吧？这个关键找着麻烦啊。新加坡英语对标港台普通话，这个也可以这么讲吧。马上查了下啊，小米音箱，京东599啊，是最近刚开始卖这个东西。对，现在就是你有视频有图片，随便 AI 搜索一下就都有了啊。我这也是599。
这个原来都是在海外代购啊，是刚刚在国内开始卖。哈曼卡顿很贵啊，这个马哈卡顿，华强北很实惠啊。这个像我不知道哈曼卡顿这个东西是怎么弄的，就是华为也出了一款哈曼卡顿的音箱，就是他们好像是找人去调音啊，然后人家给你一个鉴定证书，说 OK 我给你调过了啊，我认可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打我这个标啊。小米估计也是走的同样的路子，就跟他们在那个手机上配徕卡那个标是一样的，就是徕卡可能负责做这个。色彩调教啊，色彩调教完了以后呢，说行啊，你这个调成这样，打我的标，我觉得不够，那个不算丢人了啊，他就给你打上了。哎，你说说买个音箱，你们也至于？下午在卢伟冰的视频里就看到了啊，这个卢伟冰的视频你还看？我从来不看这玩意儿，包括雷军的视频，我现在不怎么看了。奥巴马嘴里的 American 听起来就是 American。被调侃，好吧，奥巴马应该还是比较标准的吧？这哥们儿也是做过律师的呀。好啊，差不多了，药盒也装完了，然后我还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然后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大家下周工作愉快。如果是下雪了的话，就在家里头吃涮羊肉啊，反正北京人的习惯就是一旦下雪了，一定要吃涮羊肉啊，这个。吃着涮锅的，然后看到这个满街，这个缩着脖子、勾着腰的人啊，然后就觉得无比的幸福啊。这个像这个塔主啊，你们在美国是不是能吃上涮羊肉啊？这就不知道了。啊，对，这是要结束了啊，差不多了。如果你们还想聊，你们就提啊。你们要不提什么，我自己也没什么可聊的了。咱们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么再见。再不囤羊肉就费劲了，这叫啥事儿？晚安啊！我做个西红柿鸡蛋面汤。哎呀，这个要做羊肉，一旦到这种季节，一定要做羊肉。下雪了，对吧？当然，你说你们那儿，我估计你们那儿应该不会做狗肉啊。这个下雪了，吃狗肉还是很爽的。几乎100刀买了个小音箱，还觉得不贵啊。你们都是土豪啊，这个也没有了。反正自己喜欢就完了呗。是吧？还是老范还是比较喜欢消费的啊，没什么别的。好啊，那么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再见。